业通常是一个充满哀伤的时期啊。每当有人宣布自己要退出或是结束自己目前的直播生涯都会引起一阵的讨论。尤其是最近V 圈非常动荡不安Hololive 的英奶赖咒还刚好在这个敏感时期发布了有解约2字的推文结果只是网路飞忘记脚被切断而已。見てるみんな、これで Yahoo ニュースに載った人ですよ。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V 也绝对没有做永远的。在这个什么都饱和的时代，能持续做3年以上，我就觉得非常厉害了当然，其中不免还是有些因为争议事件而退出圈子的，或者是之后转身自己出来做个人事之类的。之前我也介绍过几个蛮特殊的 VTuber， 不过今天这个更特殊你有看过出道4天就毕业的吗？讲到彩虹社EN一位出道3、4个月就毕业的 VTuber Zion 罪恩，除了很多人感到可惜之外认为他有一个很好的皮本身也是蛮风趣的结果就这样毕业了。我标题有提到他是彩虹社最快毕业的人然而有观众在留言区提到，其实彩虹社最快毕业这个称号另有其人。出于好奇心之下，我去研究了一下，才发现这样的3、4个月算什么呢？今天的影片主角 Shindo Raito， 因为在网络上面找出他过往的所作所为最后仅出道4天就毕业了。大家好，我是红头男我呢将会持续带给各位深入 V 圈一些奇闻异事或是一些非常奇特的人。喜欢这种影片的话，先帮我按个赞，还没订阅的观众帮我订阅一下吧 ，OK？ 对我帮助非常的大今天影片主角的运气呢，我只能用糟糕透顶来形容他直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初配级毕业，甚至初配性也被调侃成了中配性。这时候就需要叫他去改运、算算命，对吧？就像我推荐他可以来找这位会算命的超特别 VTuber 暖暖。没错啦，这次要跟各位快速通知一下，来自这是树洞中的黑猫 VTuber 暖暖。暖暖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可是会占卜的会占卜的台 V 很少见，对吧？会把你阿嬷卖掉的台 V。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也没看过对吧？暖暖出道至今基本上每周都会固定直播占卜运势的内容。想了解自己每周运势的人可以去多多关注暖暖的频道OK， 那么言归正传活动周年庆祝对于很多 V 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而在今年的尾声12月26号，暖暖即将迎来2周年暖暖在活动2周年当天12月26号晚上9点会揭露超可爱的2周年新衣装，大家也可以踊跃去参与新衣装猜测活动此外呢，暖暖将会在12月20号当天的下午2点半到下午5点举办观众的线下见面会，地点呢在台北市中山区的爱豆应援咖啡厅。当天将会有一些特殊的惊喜活动且在12月期间到全台的 Memo Presso 以及 Snapshot 拍贴机台的据点操作机台可以拿到2种超可爱的应援拍贴。更多详细资讯以及购票链接我都会放在影片简介栏。OK， 占卜完了让我们回到今天的影片主角 Shindo Raito， 让我们来一起为他算算命吧。Shindo Raito 一位算是很早期的拟级3级成员，于2019年出道那么机会难得我就稍微来带大家简略了解一下非常早期的彩虹社吧。2018年，真的是一个非常久远的年代当时拟级3级只是因为要为自家开发的脸部追踪软体打广告因而创造出了通口风月之美兔等虚拟角色。结果没想到月之美兔在一夕之间爆红让彩虹社看到了新的商机，那就是虚拟 YouTuber。当时彩虹社的月之美兔于2018年的2月开始活动，除了是彩虹社一期生之外也是当时的 VTuber 焦点之一。VTuber 也成为了日本新兴的一个产业。也因为月之美兔的案例Anycolor 知道了大众对于虚拟创作只是充满好奇的，决定斥资推出各种 VTuber在不同种类的创作下都推出了大量的新人。我之前的影片也说过了彩虹社初期就是搞人海战术的，这也是为什么彩虹社能在短时间内有着飞跃性的成长，各种各样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不受控制的应有尽有。也因当时中国的市场推出了 CN 分部而且有趣的是，当时彩虹社竟然也有台湾分部在2018年时，拟级3级跟一个叫做卡普索的公司合作，推出了算是彩虹社的中文分部，取名叫做2次3次。我知道这念起来有种说不出来的诡异2次3次分成了上海组以及台北组台北组的角色名称蛮有趣的像是什么陈框框这个超级亚洲的名字之外其他都蛮像是 V 会有的名字，有点扯远了。有关2次3次的一些更多资讯，我之后可能会专门做一部影片那么 Shindo Raito 的这个故事要先从2019年的3月说起。2019年的3月，拟级3级公告将会有2位新成员登场，其中有一就是 Raito。根据彩虹社的介绍他是一位18岁的男
高中生，热爱游戏实况等等。而当时的 Raito 即将出道时台湾网友在巴哈姆特的帖子上主要也说到了当时彩虹社的一个弊病。2019年度开始，彩虹社又已经推出了将近10位新人。换个角度来看，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 VTuber 每天都有新人出道。只是以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彩虹社越推越多，究竟能不能管理好啊？经过 Raito 这个毕业事件后，这种乱枪打鸟的推出新人方法，显然已经造成了困扰。虽然如此 ，Raito 还是在初配信时就到达了1万订阅，最高同阶也到达了7000人，这数字在当时是非常之高看似非常成功的一位 VTuber， 初配时也拿到了7000多同阶的亮眼成绩。那为何 Raito 会在一夜之间形象崩坏呢？这就要说到网友们的肉搜了。Five Channel 基本就跟台湾的扑浪、K 岛等等网站一样只要有发生不好的事情，就很容易被搬到上面讨论。加上又是匿名设计大众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在上面说出言论，这也让上面的 Anti VTuber 的用户急剧增加。而当时就是一群 Five Channel 的网友试着挖出 Raito 的真实身份，直接想要掀了他的老巢那我现在就来跟各位说一下这整个网友爆料到 Raito 毕业的经过吧。根据当时网友们的说法首先就是 Raito 的出现，让 Five Channel 上面的网民们对他产生好奇也有了窥探中之人究竟是谁的心理，就很多嘛，就像 Holo 最新团体 Flowgrow， 甚至还没出道就已经有人找到了他们全部人的前世。只能说 V 圈这几年变化剧烈，但唯一没变的就是人们的好奇心在 Raito 的初配信中 ，V 圈的网友们仔细观察 Raito 的一言一行，直到有人问到了 Raito， 你喜欢什么样的二次元角色呢 ？Raito 回答：我喜欢 K-ON 的平泽唯好きなアニメありますか？これはね、ぜひとも答えたい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僕は軽音が好きです。軽音が好きで、一番好きなキャラクターは平沢ゆいちゃんになります。随着直播的推进 ，Raito 透露越来越多自身的兴趣爱好等等 ，Five Channel 的网友也逐渐依靠他给出的情报，甚至询问 Raito 最喜欢的枪支，挖到了疑似中之人的资讯，最后直接循线找到了他的私人推特账号，是一个 PUBG 的游戏玩家而这个私人账号里头也提到了自己非常喜欢 K-ON 的平泽唯，再来是 PUBG 游戏账号、Skype 账号，甚至连 Minecraft 账号都被找到了这时候，荧幕前的观众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我那么认定这个账号就是 Raito？说不定只是一样用着拟吉升级头贴的人有趣的是，在之后这个账号的名称变成了 Raito 2434，这算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据啦，可以直接证明这就是 Raito 本人的账号。经过 Five Channel 的网友一番的查找后马上获得了清晰的 Raito 账号时间轴。我越来越确信他们是在浪费肉搜的这个才能而 Five Channel 的网友没想到的是，他们这次真的挖到猛料了。他们整理出了 Raito 私人账号，并且还挖到了他真实样貌的照片。但你们可能会想说，红头，这个跟一般冲塔有什么区别啊？你又在冲塔，你又冲塔，每一次都是你。正当我以为是这样的时候他的推特言论吓得我足足3天3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没有啦，没有那么夸张首先，网友们截取到了 Raito 的推文中很多都有 off-pako 这个词，是一种日本的网络用语意思就是作哀，对，线下作哀。OK， 那来看一下吧，好不好？还没有 off-pako 吗 ？off-pako 西得ください。off-pako， 嘿，要不要 off-pako 我想要当一个 YouTuber， 很好听起来很棒。我可以做 off-pako， 我要想不，没错，就是这些看起来非常精冲脑的贴文。我敢肯定，他绝对撑过了11月。然后还有更多有关 off-pako 的推文讨论童真等等，展开 off-pako 的旅程，寻找可爱的女孩子，请跟我 off-pako。我有一头金色的头发 ，AKA NTR 黄毛仔，我可以跟 F 罩杯的 JK 免费做爱，限制2天之内。还有一个贴文有点过于18加了，简单来说就是要搞得对方女性乒乒乓乓搞得她没办法睡觉接下来这个非常细思极恐我会在线下聚会中把春放进所有人的饮料，我也会把玩具放进所有人的饮料里我会全部放进去。配上这个颜文字，直接恐怖指数攀升。看来他是想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水溶性乐园让我们见面并且互相抚摸吧。我已经很久没有碰到 JK 的了，未成年摸奶奶。我真的要开始拍影片了，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创作者，这样我就可以跟更多女高中生见面了。天哪，你还是去梦里好了梦里啥都有水溶性直接让你免费玩到饱 ，OK？ 就连网友们挖到的 Skype 贴文当中也有好几个意图想要约出年轻女性。这样看起来，当时2016年的他就像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渴望着自己可以成为 H 漫当中的主角。这些资讯从 Five Channel 流出后，直接引爆了整个观众圈，开始有人质疑 Raito 的人品问题。但看
看似一切都要烧起来了 ，Reto 却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在出配隔天的早上，发了一则向大家问早的推文。在隔天啊，发推文公告直播和影片可能都要延后了。这时候已经有些人知道了 ，Reto 已经理解到自己的处境是如何。Reto 出道的4天后，尼基三级在推特上面公告了即将跟行动 Reto 解除合约，令当时还不知情的网友们大为震惊。至于最一开始说的跟 Reto 同时出道的一位 VTuber Era， 有些人蛮担心他会不会受到波及之类的。别担心，他看起来应该蛮好的。大概吧。其实总结如同一位 Reddit 网友所说的哦，当时2018年、2019年啊，正值 VTuber 萌芽的时期，很多新创公司的管理或者是政策上没有计划周全，一心啊只想要将热腾腾但未必调味完成的饭菜端上桌给客人，只为了占据这个市场的龙头位。不光是彩虹社、Holo 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大型公司哦，都有过出事或者是惹上争议的时期。最重要的还是要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维持新鲜感。我认为啊，就是这个行业的要领所在。你们认为 Reto 受到这种对待是合理的吗？欢迎在留言区说出你的想法。至于很多人也想要我讲的一些 V 圈的现状，我会在下次影片好好的跟大家 talk， 就可以期待一下啦。我们下次影片再相见啦 ，peace out。